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许章任的被捕到刘鹤的内循环，看中国时局非常抱歉，刚才我们的这个卡住了，没办法进入直播，那么重新来过就有一堆的操作，包括我们在推特上的链接，包括我们在脸书上的链接重新发过，所以耽误了几分钟啊。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尽快的进入直播啊。那么先讲新闻。2020年7月6号上午8点多，那么20多名警察包围了许章任教授位于北京六环外的住处啊。那么10多个警察进入许章任教授的住所进行搜查，带走了许章任，并拿走了电脑等物品啊。这是令人震惊而又令人愤怒的事情啊。许章任教授是1962年出生，安徽人，他是个法学专家。他之前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还是这个清华法学的主编，他还兼任天泽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许章任教授是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法理学、西方哲学和宪政研究啊。他被大家认知是因为2018年7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这篇文章非常犀利啊，这个许章任的文笔非常的犀利。这篇文章非常严厉地批评了现在当今的中国的这个现状和政策啊，当然剑指习近平啊。然后呢，这件事情，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警察曾经软禁过，把这个许章任软禁在家很多天啊，然后被外界所关注，这件事情被外界所关注。这篇文章非常有价值和影响啊，影响力非常的大。然后到了去年的3月啊，清华大学强制停止他授课啊，然后限制出境啊，对他进行各种打压，甚至把他的工资停掉啊。所以其实现在的许章任教授，其实他面临非常窘迫的生活状况啊。那么但是他没有屈服，他在今年的2月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力量的文章，叫《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啊。这是今年2月发表的，这篇文章影响也非常的大啊。然后到了今年5月开两会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我认为这个非常有高度，又非常有这个时代感，又非常有针对时弊的一篇文章，叫《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个标题都取得非常的好，大家有没有发现标题好？这个标题非常的有力量，直言不讳的批评习近平啊。那么开历史倒车，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将中国重新带入文革，就这3点啊。第一点，开历史倒车；第二点，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第三，将中国重新带入文革。然后当时正在开两会啊，当局没有动他，只是把他的这个微信给封掉了。他在文章里面呼吁什么？呼吁中国应该宪政民主，人民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啊。中国应该进入在世界文明当中啊。所以呢，当时在开两会，所以当局没动他。许章任跟他的好友说过，他随时准备去坐牢啊。他一直在家里写作，陆续发表各种文章
直到今天啊，直到今天。那我看到这个新闻，我非常的愤怒啊，我非常的愤怒。我当时本来想做一个直播，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们不能够把这件事情仅仅是表现在愤怒，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那么我评价一下啊，评价一下。第一，徐教授的被捕彰显了几点。第一点，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仍然有非常令人敬佩的成员啊。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损失殆尽，虽然经过了文革，经过了中共70多年的打压和学习啊，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消亡，他们仍然坚强的存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当局用暴力对付学者，只能表达他们的心虚和脆弱，他不能表达任何其他的意义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这件事情这个账要算在习近平的头上。现在在海外的自媒体当中，有人出来帮习近平洗地，说是习近平的手下，但不是习近平的手下，那是习近平他自己。这是第三条。第四条，言论治罪啊，在封建皇帝是发生在封建皇帝的身上，都是要上史书的。以言论治罪，在封建帝国，在封建时代，这个皇帝都是要上史书的。抓言官、杀言官，在中国，在整个中国文明当中，这都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许章任教授的被捕，只能证明什么？只能证明当今中国政治的黑暗到了什么地步，连封建王朝都不如啊！就所有的漂亮话都撕下来，所有的漂亮话，我不多说了，大概就是言尽于此啊。我来讲讲什么？我们接着讲刘鹤。刘鹤这个笨蛋啊，刘鹤这个笨蛋，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其实是在6月18号讲啊。那么刘鹤是习近平倚重的重臣啊。这个重臣呢，其实非常的无能啊。那么他在他的治下，中国经济是一塌糊涂啊。中国经济的崩坏，有一半是他的责任啊，当然另外一半是习近平的责任啊。他讲了一段话呢，这个话到现在还有巨大的回响。什么话？中国经济内循环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件事情，我最后会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分析啊。那么刘鹤是在什么呢？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的一个书面致辞，他并没有去啊，他只是发表了一个书面讲话。6月18号啊。那么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背景呢？这时候有几个背景。第一个背景，5月份的经济数据出来了。那么5月份经济数据出来呢，这个国家统计局呢把这个经济数据呢描绘的非常的漂亮。就是又刮腻子又上漆啊，非常漂亮啊。这是第一个，除了造假没有任何的结果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国安法已经出笼了啊，国安法已经出笼了，就是虽然没有完成立法程序，但是已经出笼了。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杨洁篪和这个蓬佩奥在夏威夷见面，就是那一天6月18号啊。这有3个背景。那我来讲一下啊，讲一下这个讲话。这个讲话呢就不长啊，不长，但是呢我也不想读啊，我觉得那臭狗屎啊。但是呢我要把内容告诉大家。2点。第一点，当前形势啊，当前形势你基本上把情况，把刘鹤的讲话翻过来再理解就对了啊。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突发新冠肺炎疫情，这现在是他的这个中共现在的口径，就是第一，
关于疫情的描述啊，第一个突如其来，我之前讲过，突如其来什么意思呢？就我没意料到的事情啊，这跟我没关系，我没有责任，都是为了推卸责任。这第一个，第二个，百年不遇，这刘鹤讲的啊，百年不遇啊，百年不遇，我不知道什么叫百年不遇的这个疫情。百年不遇是为了就是把这个疫情的影响放大啊，就是中共呢，其实中共最厉害的其实是嘴皮子啊，嘴皮子，然后背后下刀子啊，这个他就是用这种话术啊来影响大家，就是第一个突如其来推卸责任，第二突如其来把这件事情的影响放大，来掩盖他的无能啊，这是非常无耻的行为啊！我今天会不客气的了啊，今天会非常的不客气的了，因为我非常生气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坚持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纯扯。中共从他出生诞生的那一天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把人命放在他的排名顺序当中，你看不到排名顺序当中有人命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胡扯，这基本上大家可以，这又是为了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讲？他又是要推卸责任。为什么？因为中国死了很多人，当然他觉得更重要的是美国也死了很多人啊，他就是为了推卸责任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已经出现边际改善啊，这就是文字很差，边际改善就改善，边际改善，中心没改善，边际改善了啊，这就是给自己贴金啊，就是，然后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在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啊，这个看大家理解吗？就是他们所有的结论，你看中共所有的官员，只要一讲到情况，就是我们有困难，但是呢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永远是这样的话，这种陈腔滥调啊，中国经济都快崩溃了啊，就这样。然后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这几天这些日子正在关注的其实就是这句话啊，这句话啊，我等一下再评论什么叫内循环啊，内循环。金融系统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做好以下重点工作：一、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二、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三、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不干预那就是胡扯啊，零容忍也是胡扯啊。那么建制度嘛，这个制度啊，我们就不谈了啊，这个很多啊。四、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这话有点难理解吧？这就是水平差，水平差就是讲市场曲线，就是市场，这叫曲线，这张曲线啊。那么是风险应对啊，是这会有风险，这个会有风险啊，曲线啊，市场走势都是曲线的啊，因为它一个点一个点连起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市场出现风险之前，我们就要先做好应对。他有那么大本事吗？要有那么大本事，中国股市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且你还是有这个本事，在市场发生之前你就预测到了。我没看见过任何一个中央银行也好，证监会也好，能够预测市场的走势。如果你能预测市场走势，只有一个可能性，这个市场是被你操纵的，除了此以外没有别的啊。好吧，那我们就评价一下这个刘鹤的这番讲话。先说什么呢？先说内循环。什么叫内循环？内循环就是我有需求，我有供应，好，产生需求，
通过供应满足供应啊，形成国内的经济的循环啊。国内经济循环呢，就是有需求满足供应，供应呢找到需求啊，然后形成国内的经济循环。很多人把这个和和这个计划经济相提并论，这不对啊。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大家记住，计划经济是没有市场的啊，市场经济才有供求啊，供求。那个计划经济是供需啊，它只讲需不讲需求啊。那么不存在市场，全是计划啊，这个计划处下单子生产，那边直接发货啊，到那个百货大楼或者地方去，它没有市场。所以内循环是个什么东西？内循环就是没有外部需求的情况下，只能做内部的循环。在国内市场，糖水滚糖鱼，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意思，就是元宵三个元宵，就这个意思啊。那么内循环成立吗？内循环大家记住，提出内循环这句话，我马上想到的什么？我马上想到的习近平一句话讲中国经济已经是大海，你能掀翻小池塘，但掀不翻大海，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啊！我既然是个大海，那当然我可以内循环了，这是一个前提，非常重要的前提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就讲讲内循环到底成不成立呢？我认为内循环就是个悖论啊。为什么？我一层一层跟大家解释啊。第一，经济增长取决于什么？经济增长取决于需求啊，需求增加了，经济就增长了。为什么？因为只有需求，你供应才会增加，供应增加，需求增加，经济就增长了。所以需求决定了经济增长，需求不增长，经济不会增长，无法增长。这第一个啊，我们讲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特别依赖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是半吊子市场经济啊。什么叫半吊子呢？就是说中国经济其实我们之前讲我当记者的时候中国经济一直定性为什么？转型中的经济体，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它一直在转。那么转着转着它不转了，转到这儿，我觉得很舒服。为什么？我半吊子市场经济最好。为什么？一方面呢，我能够利用政府的力量去操控市场啊，操控市场。另外一方面呢，我呢又能利用这个市场的资源去把我的权利兑现。就是半吊子市场经济对官僚最有好处。为什么？因为他的权利能够套现啊。你全市场经济呢，我干预市场的能力就很小，因为你没有条件去干预市场，因为你完整的市场经济的时候，你基本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度已经被约束到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但是你转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很舒服啊。为什么？半吊子，又有市场，权力又能套现，我政府呢又能去操控它，这多好。所以呢，中国经济转到一半，转型转到一半，它不转了。它不转了的后果是什么呢？第一，制度建设没完成，它很多制度性的问题没搞定，没搞定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很多这个做法和操纵啊，就是结构性的问题，它也没搞定啊。结构性的问题、制度性的问题，它都没搞定，它不搞定，它不想搞定。为什么？它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对于这些当权者来说，他最舒服，他能够贪污很多钱，他能捞很多的钱，他不愿意改了，走到这儿正好，别改了。但是你不往下改呢，经济就很多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跑出来，那怎么办呢？经济增长
只要你经济增长，他把所有的问题全能盖住，用钱摆平，全部用钱摆平。就比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小银行的问题，中小银行的问题它怎么办？中小银行资产质量很差，经营效率很差，然后它对地方政府依赖很高，它经常可能会随时倒闭，怎么办？用钱搞定，怎么发国债，给他一笔钱，或者直接给他收了。他是用钱来搞定，他不进行制度性的改革。中国的积累10几20年积累下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制度的问题非常严重。你比如说房地产价格这么高，它就是个问题，它是很多问题的结果啊。它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土地制度的问题，有这个房价和这个城市发展水平怎么匹配的问题等等很多问题。他没解决，他不解决，他为什么？他房价越高，地方政府在中间可以捞到很多好处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只要经济一放缓，甚至一下跌，这些问题怎么样？全跑出来。那你看现在中国经济的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跑出来了。这是第二个，就是中国经济非常依赖经济增长。特别依赖经济增长，只要经济一不增长，它麻烦就大了，它甚至经济就会崩溃。它是用增长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需求来自哪里？我们讲经济增长来自需求，需求来自哪里？需求来自财富。什么意思？那我们简单的说，需求是什么？需求就是去买东西。你去商场买东西，这就是需求啊，就是需求的前提是什么？你兜里要有钱，你的钱是什么？就是财富啊。所以需求来自哪里？需求来自财富啊。那么财富来自哪里？财富通常有3个来源。第一个，打仗抢来的啊，我去打仗，我赢了你，那我抢一堆的财富。金银珠宝那都是财富，那就是钱，那就最终能变现的钱啊，这就是这第一个战争。你比如说像日本这个甲午战争一仗拿了几亿白银啊，几亿两白银，这几亿两白银就帮助日本一下子实现了它的近代化的过程。日本靠这个甲午战争对日本非常重要，没有甲午战争没有日本的今天。所以甲午战争这一仗打完以后，日本就马上的进入一个强国的一个这个行列啊，亚洲强国的行列啊。这是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家底。什么叫家底？就是你这个国家我持续的发展了几百年下来，这个国家攒了好多好多的财富。金银珠宝各种画什么，这个世界上认同的各种硬通货他的家里全有，多的是。这你像比如说像北欧啊，像荷兰这些国家都是非常有家底的国家啊，他的家底他有家底，但是呢这些国家有一些问题，这些年积累下来，它会这财富会集中在某些地方。北欧就不同，北欧它国家本身就积累很多的财富，它有很强大的财政储备。但是像西欧啊，像那些南欧啊，它虽然也富足了很多年，但是它的财富集中在某些非常少的部分，少的人的手里，那它对经济没有帮助，因为它不是大家兜里的钱，它是少数人兜里的钱。少数人兜里的钱，他花吗？他花不了那么多，所以你必须是大众兜里的钱，你才能够花的。那大众兜里怎么会有钱呢？出口，必须出口，你才能够积攒财富。你比如说像日本啊，像德国啊，这些像什么荷兰啊，这些非常强盛的经济体，它都有非常强大的出口能力。它什么意思呢？出口就是挣别人的钱，挣到别人的钱才算钱，才算财富。你自己家里印的那个钱不算钱，为什么？你买不来外面的东西。你说我们家里6口人，总共100块钱，家里各自有各自的物件，你们
家庭成员之间买来买去，买来买去，拿着东西你买我的，我买你的，能不能增加财富？不能增加财富，你还是那100块钱，100块钱还是100块钱。你必须把你家里的这个物件卖到别的家里，你才能够这个钱才能多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必须出口，出口才能增加财富，才能增加需求，才能提供增长动力，理解吗？好，所以呢，你说啊，我自己把钱多印一点不就行了吗？大家不都多一点钱？只要你物件还在这里面，没有用的。你比如说有3个杯子，原来是30块钱，10块钱一个杯子，你印到300块钱，那不就变成100块钱一个杯子？没有，财富没有增加的啊。虽然金额多了，但通货膨胀，经济会比较复杂一点。这个大家理解，我理解。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节目完整的表述这个，但意思就这个意思啊。那如果你说内循环，就是意思就是我没有出口，我就能够循环，意味着什么？第一，你不会有出口啊。你说内循环就海外市场你就不考虑了，内部嘛，你自给自足。自给自足就回到了什么时代？回到了小农经济时代。小农经济时代就是自给自足，你最多有人做个草纸什么的，做个豆腐啊，有个豆腐坊，你自给自足。这个十里八乡就这一个豆腐坊，大家来买豆腐，但换个鸡蛋什么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低水平的经济循环。内循环一定是低水平的经济循环。经济循环的速度很慢，层次很低。内循环行吗？行，没问题。只有一条，哪一条？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平会一下子下来，这就是经济循环，内循环。刘鹤提出来的内循环，以内循环为主，什么意思？以内循环为主，它的后果是什么？它的后果就是整个经济水平会回到50、60年代的水平。你说啊，我们中国经济已经很大了，我就可以，我已经变成大海了。不管你多大，你不要吹牛啊，不管你多大，你跑不出经济规律来。只要你实行市场经济，你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一点，你还是会变成我刚才讲的这情况。他说那没关系，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我实行计划体制，计划体制死得更快。如果你内循环，我们连市场经济都放弃的话，那你就直接回到柬埔寨嘛。柬埔寨当年的时代，朝鲜都不要比，为什么？朝鲜没法比，朝鲜没法比的原因是什么？朝鲜靠着中国，它其实大量的财富来自中国，它不用出口，它直接中国就送东西给它，它跟出了口一样，效果是同样的。所以如果中国放弃市场经济，直接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那你就直接比照当年的柬埔寨嘛，就这个水平。这个不会发生？一定会这样发生。你说我已经是大海，我不管你是什么，结果最终会这样。你现在账上的那些钱瞬间花光。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刘鹤自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李克强也讲得很清楚，有工作，这14亿人口就是14双手创造财富的手，没工作那是什么？就14张嘴，瞬间把你所有的财富吃光。你说我不管他，你不管他没关系，你立刻就从位置上翻下来。所以我们讲刘鹤把内循环作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方案，他首先在经济上不成立，
其次，这肯定是政治上的一个巨大失败。为什么？你想一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后他就开始进入闭关锁国的时代啊。当时的闭关锁国的时代，并不是说中共要选择闭关锁国，不是的。当时的闭关锁国的原因是什么？中国靠倒向这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后又跟苏联翻脸，他被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两个阵营都抛弃他了。这是什么？这是政治上的巨大失败，这是被抛弃的结果。闭关锁国是什么？清朝的闭关锁国是什么？明朝的闭关锁国是什么？别人是自己关起门不让人来。中共的闭关锁国是什么？是没人要。这两个不同，闭关锁国那是主动的行为。中国现在也好，这个49年以后的，那是被人抛弃，那是被动的，两回事。好，你现在到了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这个刘鹤讲中国搞内循环，所谓的闭关锁国也不是闭关锁国，也是预期中国会被西方抛弃，被世界市场抛弃。也就是说，现在刘鹤提出来的这个方案，其实还是70年前的方案，中国又会回到70年前的那个处境，就是被世界抛弃。所以许章润的那番话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中国又变成什么？文明史。我读给大家听。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中国又变成了一艘孤舟。谁的结果？习近平的结果。好，第三点，我讲讲刘鹤把这个说法讲出来，他到底有什么意图？你想一下，他发表一番这个言论，在那么敏感的时刻啊，我刚才讲了有3个背景，他肯定是有意图的。他没有意图的话，他不会讲，肯定，而且这番讲话一定是过了政治局的，不过政治局这番话出不来啊。我分析有5点。第一点，中共真的在做准备，和什么？和美国脱钩，和西方国家脱钩。中共真在做准备。刘鹤这番话意思是我们真的在准备搞内循环，他真的在做准备，这是第一条，这是真事儿。第二条，香港事件也好，其他事件也好，表明什么？既然我们可能发生，中共的想法，我讲的是中共的想法，既然可能会发生，那么我就主动的去和他脱钩了。就是中共的思路是什么思路？就是我不能够被动的被脱钩，我要主动的选择一些我有利的位置去主动脱钩。这就是刘鹤的想法，就是中共的内心的想法。我选择一些对我有利的位置，我主动去脱钩。香港就是一个例子，香港就证明什么？香港证明就是我去主动脱钩。所以呢，第3点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中共的决心比外界想象的或者认知的要大得多。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那香港的事件，港版国安法这个事件说明什么？说明中共下的决心比外界想象的要大。大家都在那里算，扒了算盘算，你这么干这个不合理啊，都在扒了算盘上，他根本没有算盘，他就是下决心要干这事。所以你想一下，他得多大的决心？
所以中共和他的对手相比，他最大的决心是什么？就是他的决心。比如说中共跟国民党打的时候，国民党的决心就没有中共大，所以国民党败在哪里？败在他的决心不够大。就是他这个刘鹤说把人命放在第一条，中共根本没把人命根本不在他的单子里头，不在他的清单里头。人命什么鬼？往里填，要实现我的目标就往里填，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决心。这是第三条。第四条，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决心？他有这么大的决心，肯定有一些判断，他不是扒了那个算盘算出来，他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中国已经是个大海，已经不是个小池塘。中国的规模，中国的强大已经超出了大家的想象。这是第一条判断。这个从习近平的那个话你就能看出来，中国经济已经是个大海，汪洋大海，没有人能够掀翻它的。已经那小池塘能掀翻，小池塘我不知道怎么掀翻小池塘，大风大浪是扛得过去的。这估计就是刘鹤跟习近平就下的眼药啊，下的眼药。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中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已经和西方无法共存。就是说这句话有点像这个金灿荣说的那个话。金灿荣说的话其实我是有点感触的。他说我们怎么韬光养晦啊？你看我们个儿已经这么大了，我们坐下来都比日本高。金灿荣这个话其实很能反映中共内部的这种心态。就我已经这么强大了，我要去实现我的抱负，实现我的理想，而我这理想跟抱负和西方已经没办法共存了，我已经憋不住了，我又憋不住，但是我做的这些事情，西方肯定要翻脸，我的被动跟他翻脸，我不如主动跟他翻脸，就这种心态。香港这件事情就是反映了中共这种心态，就是对自身的认知。所以之前我这脑子不好使了，说这个习近平叫什么那个前天的节目当中还说到，习近平有严重的认知障碍，就是我们说的这两个基本的判断。他其实有个重大的认知，就是认知障碍，就是中国到底有多大，这个大是怎么来的他没搞清楚就是这两个判断，这两个判断才导致了他下这么大决心，我得干一件把我们原来想干没干的事情干了，就完成了。所以反正你想跟我脱钩是吧？好，我主动跟你脱钩，反正我已经是汪洋大海了，我怕啥？所以你从这个香港的问题也好，从许章润教授被捕的事情也好，你都能看出来，他所谓的这种顾忌已经不考虑了，他不需要考虑这些顾忌了。就我去做我要拿的东西，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不憋了，我不忍了，大概就是这种心态，都是无所顾忌。就是一句话总结，中共他要主动脱钩。就是内循环是什么意思？刘鹤的内循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中共要全面的和西方国家主动脱钩，并且开始准备做这件事情。这就是第三点。好，我们讲讲现在的时局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许章润教授的这篇文章，当然非常刺激习近平那你说就有一些人说这是习近平手下人干的，你觉得手下人干这事情，他得不问一下吗？如果不问一下，那是他手下嘛，对吗？所以不要洗这种地，那就是习近平干的
那么我这最近有个观察，习近平从6月23号出席这个中欧峰会，6月23号到现在没露面啊，又半个月了啊，6月23号到现在半个月吧，半个月的时间又没露面了啊，中间有2个会，第一个是6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但是没照片，没露面啊，如果出现了，一定会有照片。没照片，我就认为他没有参加啊，他没有参加。他新闻是写主持参加，他难得出来一趟，新华社记者还不屁颠屁颠的去拍照，怎么可能不拍照？拍了照不发，怎么可能？所以第一个什么主持召开政局会议，他没露面，这第一个。第二，主持召开这个深改委第14次会议也没露面。啊，我认为他这2次会议他都没露面啊，这2次。然后呢，人民日报呢现在的做法就是每天就刊登一个习近平和谁谁谁国家元首信函往来，天天信函往来。之前还打电话说给谁谁谁打电话，现在已经不打电话了，现在直接是信函往来了。信函往来跟打电话还是2回事儿。打电话你至少电话得打一通嘛，你还得声音过去嘛。这个直接信函往来，连面的声音都没有了，这非常不正常。2个星期啊，2个星期，这个情况就我认为是有点异常，2个星期有点太久了。自从上一次啊疫情期间啊，大家传习近平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啊，中间有一阵子，大概那次最长时间是21天没出来，后来出来了以后，后来最终去了武汉。从那一段时间以后，习近平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大概10天左右，他就会到地方视察一下啊，到地方视察一下，去这儿走一下，去那儿走一下。就露个脸啊，至少大家知道他还活着，他还没事，他在位置上，就是这样，他也没啥事儿，现在就没啥事儿。但是这次你看这么长时间他都没出门啊，没出门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唯一可能的地方就是没地儿去了。为什么？该跑的都跑了，剩下没跑的地方呢？水灾呢？水灾。理论上来说，现在中国这么多少个省？23个省水灾，中国有32个省，23个省在水灾。习近平也真能做得出来，这么长时间也不露个脸，也不去视察一下啊，他真做得出啊。那么水灾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为什么？很简单，水灾3天过没事，水灾5天过也没事，水灾1星期过有事了。为什么？房子塌了。中国农民盖的那些房子啊，只要超过5天就会塌掉。现在这个很多地方就该塌房子了。很多人呢，很多农村的房子盖的2层楼，1层楼就底下水灾就跑到2层楼或者跑到屋顶上去待着，现在开始塌房子了，这死人会越来越多了，就人道灾难现在就开始发生了。习近平还不出来，这是什么？这什么国家元首？哎呀，我真的是没法讲。大家现在看一下中国现在的情况，中国有23个省发生严重的水灾，中国的长江的1号洪峰已经出来了啊。这个洪峰是什么概念？就是大水上来了啊，大水上它都会顺着这个长江一路下去啊，这是第一个啊，各地都在淹水啊，各种意象我就不说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疫情还没有过去，现在又碰上水灾啊，这第二个。第三个，经济崩坏。
统计局那些鬼数字大家就不要信了啊！说这个说出现增长啊，还增长啊？怎么增长？我都不理解它怎么增长啊！又有水灾又有疫情，它怎么增长啊？我不反驳了，反正我们直接说结论，就是崩坏啊！这就是一个崩坏。香港议题啊，香港在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后果是什么？中国和西方国家整个的翻脸了啊！这是第二个，第四个，第五个，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双航母在南中国海演习，中国在西沙演习啊，美军的双航母在南海演习，大家都已经不顾及了，中美之间已经撕破脸，就是一战一触即发啊，这已经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就是外交理论，讲到底就是外交理论，局面已经失控。局面已经失控的情况之下，发生了什么？许教授说了习近平不想听、不爱听、非常恨的话，就把他抓了。这是什么？两条。第一条，乱了方寸啊！第一条，乱了方寸；第二条，丧心病狂啊！就是这两条，没有别的了。所以我们通过许教授的被捕，再看刘鹤的所谓的内循环，我们再分析习近平当前的时局，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势。好，今天又长帽了。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我们非常需要大家点赞，原因我不说了啊。大家点赞啊，第一需要大家点赞，第二新来的网友请订阅。我们需要更多的网友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网友来订阅，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网友收到我们的信息啊，请大家分享我们的视频啊。第三，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我还说一下啊，这个昨天平台洗粉，丧心病狂洗掉了2000粉。我们在后台，我在后台看到的是看到比前台大家看到少了2000粉啊，一天洗2000粉，这我没见过啊。那么所以请所有的网友尽量的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那么这是请大家做的这个2个动作。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进入互动之后，好，明谢一下 ，Leo 刘，谢谢 ，Emily Lilia， 谢谢，好久没赶上直播了，先请美西喝杯 cappuccino， 好的 ，Says， 中国还是有硬骨头的，虽然很少，敬佩许教授。我已经把许教授的这3篇文章，我刚才读过的3篇文章已经贴到了社区啊。那么大家有空想看的话，就可以去社区看，好吧？谢谢啊 ，Jeff 莹，谢谢 ，The Way to Fly， 谢谢。情况，请王老师喝咖啡。我4个月前参加了援助武汉抗击疫情活动，给国内同学捐了款，然后在同学群里劝大家不要反美，不要反川普，应该尊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样才能够有自由的思想和创新。讨好赵家人不会有任何结果，结果被直接踢出群。国内已经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在高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元首的旗帜，那你说的就是纳粹嘛，是吧？于子，谢谢。东野主人，谢谢。姥姥王，谢谢。国内网友对内循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真有意思。为翻墙的朋友们加油，你们真棒，谢谢。
今天不困，谢谢。姥姥王，谢谢老师，您要我们疯狂点赞。好友 Vicky 曹着急从台湾打电话来问我怎么疯狂法，点好几次都不行啊，啊，那也没办法，反正至少每个人都要点一下就好了啊。OK， 李世宏，谢谢啊，叶征，谢谢，郭喷塞，谢谢。从这个政权从来都是鬼话连篇，以骗为生，毒害全世界。郭喷塞，你现在终于讲话了啊！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许章润文中写道：行文之际，强拆铲车还在轰隆，瘟疫继续蔓延，南国洪水滔滔，俯瞰环球，国潮四面楚歌，内忧外困，其已下成死局矣。而官媒无耻选择失明，依旧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不过奏响了一曲末世哀歌而已。再说一句，嬴政疯狂，糟践生计，践踏斯文，必趋于邪魅人间，无人岂能等闲视之。写得太精辟了，写得太好了。观点，到底怎样的贱民经历了怎样狗一样的畜生生活，心里的阴影才会做出这种对癌症晚期的老人的残酷行为？李文亮事件触痛了这场疫情中深受灾难的普通国民的心，而政府拙劣的处理方式推倒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之墙，成为一个永久的心理烙印，过不去的坎。同理，李文亮事件如果只是普通国民的信任围墙的倒塌，那么许章润事件则是中国精英阶层爱国心理防线的集体溃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以许章润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对这个国家彻底失望的时候，用美国佬打压之论调是绝对无法解释的。李文亮、许章润这样的人很多，但事件却是一个标志，一个类似耶稣的十字架永远摆在国民心里。非常好的观点，很棒。观点，现在习政府管理下的政治体制实质就是帝王制，但即使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也很少像习这么封杀言论的。封建朝代不但有言官体制，还有相权对皇权的制约。当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皇帝还要下罪己诏。许先生的社会角色放在古代就是士，而且是不为官的士。古代压住这种士的言论的帝王，全是史书上大批特批的皇帝。许老师，我还记得30年前许教授在法大的阶梯教室上上课的情景。他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每次上课都滔滔不绝，感觉他是想把所有的知识都倒给我们。他的箴言，他的知识人格，他的勇气，他在课上单膝跪地给我们演示求字。他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祈祷许老师安好。观点，中国人骂老蒋，人家老蒋至少不敢对读书人下手。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军警想进台大抓嫌犯，被台大校长拒绝，后来军警就撤了，并且台湾各大大学之后就是自由自主，军警进入。中国大陆呢，清华100年名校教授说抓就抓，比输老蒋没救了这不要跟老蒋比啊，那不一样，那真的是不一样。老蒋至少是官吧，那是匪，官匪能比吗？没法比。观点，对内因言入罪，对外口诛笔伐，是中共诞生以来很重要的斗争工具，在毛的手上发挥到极致。习学得烂，用得欢，自嗨和意淫的程度到了极致。OK， 观点，目睹中港现状，可以说
习帝的权力毫无疑问超越了历朝历代的所有帝王，但其心胸和才德恐怕是历朝历代少见的低劣。观点：百年不遇的疫情，百年不遇的洪灾，百年不遇的暴政。刘贺的意思是，只要打通任督二脉就可以屁股不用吃饭了。情况：目前所知的内循环最早出自伍处5月两会时，习在看望参加今年政协经济界会委员时发表的讲话，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见内循环做主体的调子是在今年两会时由习做出的，而近期的高频放风是为了推动习的政策，很好，很棒。观点：内循环不是不行，但基础是非常公平的分配机制，百姓拥有大财富，这样消费才最大引擎才能形成。像美国，不对，美国任何国家都不能跟美国比。为什么？美国拥有美元，其他国家出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美元，所以美国可以不考虑出口，因为他们自己手上就有美元。所以你的观点不对啊，内循环是不成立的啊。内循环肯定不如外循环，文明和财富的增长基于交流，这是个基本常识。3、创造性只能存在于民主、自由、法治环境，这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一点不对啊。很同意王老师的观点，中国现在不可能实现内循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经济发展成果被一小部分人拿走了，大部分民众手里是没钱的，一大群没钱的民众哪来的内需？不解决这个分配问题，不是分配问题的问题，你这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底子啊，不是分配的问题，就是没钱，分配均匀了也没有用，因为你不会增加财富啊。我不读了啊。提问：土共体制和包子本人是否面临托克维尔陷阱？我和朋友哪儿去了？我和朋友都感觉包子在无法回头，因为回头可能在党内斗争中生死成迫。请教老师，他现在是否还有自我修正和保全自身政治生命的可能性？修正就一直没有啊，修正是没有啊，自我保全的可能性不知道，现在不清楚，中共党内的这种斗争的形式不清楚啊，宫廷政治不透明。我现在没有跑一线，所以也没有去追寻这些内线的消息，所以我暂时判断不了啊。观点：您提出中国内循环经济就会倒退，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如果放大到整个地球，难道不是内循环吗？说得很对，内循环是什么？放大到全球就是内循环。所以呢，其实呢，经济其实你可以看哈，第一，人口在增长，增长呢会带来需求的变化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其实经济是此起彼伏的，就是当一些财富跑到一些国家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家会变穷啊。所以我不需要自洽，我只要把我的观点就好，说出来就好了。我能够自洽，我已经讲自洽了啊。观点：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国家元首，自然不需要为人民负责，像温家宝一样出来就是影帝了。中国不需要影帝，总理也不需要神隐元首，只需要民选官员全民监督。观点：台湾的民主不是国民党恩赐的，也是台湾人民搞了一个519龙山寺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判刑，引起人民不满，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运动，并得到美国的支持，最终迫使蒋经国结束一党专政。我上次说不要指望西方国家来帮助中国的民主，被王老师批评。的确，中国需要民主，还是要靠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崛起，人民要挺直腰杆，只有人民认清形势，中国才有民主的希望。是这样的啊。
任何一个国家，它真的要实现民主制度，一定要有民主的主体，就是人民，人民不懈的努力的追求这个才能够得到外来的力量重要吗？非常重要，外来的力量也很重要你比如说台湾，台湾如果美国人不在那里表态反对这件事情的话，蒋经国也不能够做这个，也不一定会这么干美国人在后面的表态，蒋经国才没有办法才这么干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蒋经国为什么没有办法？你想一下，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台湾那个时候有可能解决他一系列的问题吗？也解决不了。所以实际上台湾的民主政治，一方面人民的不懈的努力反抗，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大力支持，两头合力才实现的，也是有血有泪的死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的。所以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人民想坐到那儿往那一靠就得到民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共最恶毒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洗脑。中共非常恶毒的地方就是洗脑所以很多小粉红的原因观点，中共金钱的最大来源是卖地。现在很多人对房价怨声载道，房价是内地人最关心的。王先生应该从中共拉房价、拉地价、推房价，然后从老百姓手里割财富去维持统治。王先生应该从这个方面入手做几期节目。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你看我们的节目不够多，所以你才会提这个问题，好吗？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节目，好吗？观点，国内的 A 股最近疯涨，韭菜们又欢呼雀跃了。他们记忆永远是7秒，也从不考虑背后上涨的原因。中共叫 CCTV 现在跑出来为 A 股呐喊，恰恰说明 A 股快撑不住了，急需韭菜上场补充。然后现在韭菜们都是枯萎状态， A 股现在拉的全是金融股，银行券商都是指数的，拉指数的行情走不远OK， 现在股市的大涨和当年519行情一样，外部环境太差，只能靠股市做点行情来饮鸩止渴。对这种情况，国内的朋友应该学学当年禅中说禅的观点，就是涨的时候拼命吸他们的血，然后了结，获利了结，剩下的筹码再拼命的砸盘。OK， 观点 A 股就不用说了，拉指数的行情是大盘涨得多，个股涨得很少，赚了指数而已。香港股市也在拉，不玩配资，基本上3500点以内结束行情。各位有股票的玩一玩就走了，最后一波韭菜已经忍不住要冲进去了，差不多了观点，国内大陆官方教材上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本质上就是这种将私营经济活动扼杀至零的官僚控制经济模式。建国后美其名曰计划经济。OK， 情况，前些日子杭州余姚发布政策，直播带货可以成为国家领军人才。紧接着上海不甘落后，宣布带货明星李佳琦落户崇明。国内需求根本疲软，通过骗术让老百姓掏腰包，本质上就是CCP 把经济给搞烂，又要老百姓买单。OK， 观点，太同意王者说的 CCP 政权根本就比不上封建王朝。封建王朝皇帝还想着好好管理好这个国家，好传给子孙后代，而 CCP 真的就把中国当作殖民地，只管拿钱就走，根本不顾山河和百姓。很同意王老师的观点，中国现在不可能实现内循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经济发展成果被一小部分人拿走。OK， 好了，我读到这里了。提问，王老师，英国在97之前为什么不在香港实行普选？这样的话，中共今天就不会有在香港如此作孽了。英国是准备在70年代在香港实行普选那么后来中国向香港施加压力，
不惜与武力相威胁，所以英国就没有推动这件事情啊。观点，我认为主动脱钩的方案从去年就开始了。去年开始，中共已经全面恢复农村合作社，说明中美贸易战已经启动中共的底线思维。情况最近观察到，国内媒体很多报道，西班牙去年12月检测有新冠，巴西去年11月废水检测是新冠等，已经不推脱责任，直接嫁祸的感觉。情况，中国经济败落的新例证，首富许家印开始叫卖旗下200多家地产实业，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从地产实业地区从东北到江南，从小城镇到长江三角、珠江三角中心，已经正式通知到恒大全体员工。首富尚且如此，老百姓没什么卖，赶紧捂住自己的口袋吧。大家记住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小心，千万别忍不住啊，冲进股市啊，这种事情就不要做了啊。不仅股市这个东西就不要碰了啊。我觉得大部分的股民、大部分的网民都没有炒股的经验，所以把钱换成美金，存在家里也好，存在银行也好，不管怎么样，现钞一定要现钞，不要电汇啊。现钞是随时可以取的留点钱在身边。大家记住，这是个乱世啊，存点现金在身边比较好。还有那句话，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就走，不要同归于尽，不值得跟他们那些还在犹豫，还在想我是不是要出去啊？如果你有条件，就尽量的出去吧，利用这个条件，你命比较好。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看能不能创造一些条件，让自己出去不用很久吧，2-3年，大家就会回忆一下我今天这个讲话，大家就会知道是有意义的啊。观点，在下一个新中国，清华大学法学院门口应该立2座塑像，一跪一立，法学博士抓辅导博牢记自己的耻辱，是今后文化重生的起点。不要跪像了，跪像那是非常落后的啊。我们要称赞那些爱的人，有爱的人，好吗？问题，习近平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大一统？你不知道习近平的梦想是什么吗？你在中国生活，不知道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什么吗？他上台第一件事情讲的是什么？第一件事情讲的是初心，不忘初心。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你去学一下共产党宣言，看一下共产党宣言，再看一下中共党章，你就知道他们的初心是什么。我这里就不说了，好吗？提问，中共体制崩溃的条件是什么？中共体制崩溃的条件就是经济崩溃，整个经济就崩掉了就完蛋了他收不到钱，没有资源了。观点，许教授是站着要求改变，但是政府要求他跪着认错，但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必定会继续奋斗，如徐教授、刘晓波，他们必定会唤醒中国人民，我相信胜利必定会到来，白纸一张，抗议无言。情况，拼多多 CEO 黄峥退位了，跟马云一样，这是代表又收归国有吗？不一定是国有大家记住，中共的这高官的强取豪夺，他不会帮政府去拿的，他的政府那的东西都要拿到装到自己口袋里，大家不要认为这些都会是收回国有，不一定的我认为大部分都是被这些高官装自己口袋了情况兼观点，今天川普推特又大批了中共，而且之前他的幕僚出来说，川普很快有一系列的行政命令，首要的就是对中国的制裁。我看到了，我在推特上是这样讲，听其言
观其行，6个字而已啊！我不想做太多的评价了啊。观点：底层互害的形成，我认为是底层占中国人口的最多，而资源最少，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形成恶劣的抢夺环境。中共统治愚民弱民，人民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为了生存本能，弱民自然会在力量孱弱的底层人之间夺食。观点：海外华人要联合起来，呼吁西方社会施压中共释放许教授。网友把这期下载广泛传播，中国的民主，中共下台还有希望。给翻墙的网友点赞。是的，我们都要给翻墙的网友点赞。而且有2点，我希望大家理解。第一，在墙内的网友多多少少会被中共洗脑啊，他的言论、他的看法会有非常明显的这些烙印啊，我们一定要宽容啊。墙内的网友也要明白，就是大家要明白，包括我本人，我来自中国啊，我来自香港啊。我虽然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但是我的脑子里还有很多被洗脑的烙印，大家一定要认知这一条，就这2个。第一个，海外的网友尽量的要体谅墙内的网友啊。另外一个就是墙内的网友要体认我们自己被洗脑的这种痕迹。只有把这些东西都认清楚之后，大家才可以同舟共济啊，一起走下去啊！我非常自豪，我们有这么多网友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啊。观点：中共的言论管制真的可怕至极，作用之大简直令人作舌。跟国内的朋友已经不敢谈任何时政，无论说什么都被否认。我只好说一句：洪灾降至，请赶紧囤粮。结果还是被嘲笑，说年年如此，不必大惊小怪。无奈自己，请问王先生，对国内的这种观点，我还能做什么？你不必跟他们做什么啊！就是其实觉醒是什么？觉醒是一种选择。他不觉醒，并不一定他完全不知道，他是知道的啊，只不过他做了一个选择。他不觉醒，其实就是选择本身。好，明谢易良，谢谢 Terrace 王，谢谢 Susan 赵，谢谢鱼，谢谢喝杯茶，喜欢你的分析 ，Thank you， 谢谢 Alan 陈，谢谢 Riku X， 谢谢，感谢王老师，请王老师喝一罐 Coca-Cola， 这是我的 favor。Suki， 谢谢 Suki Y， 谢谢。我以前也是国内高校老师，我佩服许教授的勇气。当我对体制绝望，感到无法呼吸的时候，我选择的是离开那个坑。是的，您提出国内循环经济会倒退，这在逻辑上不能自洽。我已经自洽了，你再继续理解一下好吗 ？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记得分享我们的视频，检查你的订阅还在不在。谢谢啊。